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说说中国留学生蒋雨蓉在哈佛大学2025年毕业典礼上的感言。他说的话呢不长，大概是6分钟左右。我估计呢他是代表哈佛大学被选中上去做演讲的。首先呢，我没有任何的偏见啊。今天早上巴西时间，我是躺在床上听的，不是看，是听。听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人的英文怎么那么奇怪呀？他的发音啊，好像没有英国的口音，也没有美式口音，好像也不是特别的中文口音，反正很奇怪。而他说的英文完全不像一个哈佛大学的高材生讲的话啊。还有呢，他通篇就是假大空，给我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中心思想，没有讲的是什么实际性的东西，都是云里雾里说的一番话啊。反正是个文科生的，应该是哲学系的可能吧。反正通篇没有什么实际性的内容，是很典型的西方政客说的那些内容。所以呢，给我的感觉真的不是特别好。出于好奇，我就去查找资料，了解关于这个人的。因为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蒋雨蓉是什么人啊，好像原来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的红这个人吧。但是一夜之间，这个人可以说在全中国家喻户晓，国内的自媒体还有一些官媒对他的评价特别的高。这是一段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有人性、真正有国际视野的演讲。他缓慢、温柔、坚定地告诉世界，总有人想让世界更美好。从这个姑娘的身上，我看到了信念、美好、勇气、宽阔的胸襟、温柔而坚定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我觉得她特别优秀。我们一直都需要东方和西方能够无障碍的交流。蒋雨蓉就是用西方文化的逻辑，讲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愿景。中国女孩蒋雨蓉在哈佛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我认为是值得载入史册的。这一刻应该载入哈佛乃至全世界的史册。中国女生蒋雨蓉作为毕业生代表，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主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字面直译呢是我们的人性。这不仅仅是我们华夏儿女的骄傲。哈佛蒋雨蓉引起很大争议，国外一片赞扬，说她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中国女毕业生登上哈佛毕业演讲的代表。国内呢却沉浸在扒出他爸靠立法会身份拿到推荐信，还有呢这是不是一场恰逢其时的政治正确作秀。也有大聪明立刻理解特朗普为什么针对哈佛了。但是大家关注点全错了。看一下简历，蒋同学的真正价值在于他背后学历规划有高人。这个规划的核心关键是精准抓住了杜克转学生录取率远高于新生录取率的窗口期。为什么这么说？本科生英国华威大学大家都懂，肯尼迪学院咋回事大家也都懂的。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呢，哈佛推一个中国孩子挡在前面这事儿大家也懂，因为阿姆斯特也是推了一个中国孩子。所以这事儿排除掉咱们不可复制的资源因素之外，可以参考的就是这套规划。从青岛第一门槛进入英国本科，然后转学美国名校，最后以哈佛镀金收官。这套组合拳下来完美规避直接申请哈佛本科的死亡竞争，硬是把末流子的牌打成了名校精英。而且最关键的是，这趟学历规划给蒋同学构造了从跨文化适应者到全球问题解决者，到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3重人设。真的我不明白国内的一些自媒体还有些官媒怎么会这样解读呢？我从头到尾听了，没感觉他帮中国说了任何一句话而且他的那些东西全是政治正确的东西。当然你真的想往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上面靠，也能够挂得上去，但是我觉得他并不是想要表达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说来说去，他说那些东西就是为了配合或者说舔西方那些政治正确，特别是西方白左那种政治正确。他说了一句话，大意就是敌人也是人，我们要有大爱。他的大部分观点我真的不同意，有小部分我同意。比如说我们要人间有爱这种属于比较高大上的东西，对吧？说当然容易，但是做起来那就困难了。比如说敌人也是人，我举个例子，你在战场上跟某人打仗为了你的生死打仗的时候，你还觉得那个敌人也是人吗？这种大爱我做不到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憎比较分明的人。就像现在特朗普，
他要把中国置于死地，在他眼里，中国就是敌人。就是宏观的来说，你觉得特朗普把中国人当人吗？他一定要把中国置于死地的这种人。所以啊，他说的话，我说蒋雨蓉说的话，我是很难苟同的。我听到他说话的时候，然后呢，我再看他本人的时候，他手舞足蹈的那种表现啊，你猜，我想到的是谁？我首先想到是2个人，一个是瑞典那个环保女孩，说的话的口气跟这个蒋雨蓉特别的像。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另外呢，我还想到一个公知，就是台湾的那个龙应台。对不起，我就是想到这2个人。这2个人，我认为呢是有典型的西方白左的特点。但是现在这个瑞典女孩，反而我对她的印象有点改观了，因为她是不做，没有双标。比如说，以前她环保怎么样，现在还是那样，而且她声援巴勒斯坦人，这点呢与西方白左的政治正确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他不顾那个危险，亲自呢坐船去加沙，他想去，到底能不能成功不知道，反正上次没成功，现在他又想去，给加沙人民那个鼓劲，给他们带些吃的东西。他身体力行，而且不怕自己的人身安危，所以呢，我这点特别佩服他。你看现在西方，特别是西方媒体不待见他了，很少给他什么出镜的机会，就因为呢，他与西方现在价值观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了。就因为加沙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件事情啊，我是比较佩服瑞典那个环保女孩格雷塔的。我们回到蒋雨蓉这件事情，她说那些东西，真的我认为啊，不是出于她的内心，也许是啊，因为她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那种人，她的家庭也特别啊。他现在相当于 NGO 2代，通过网友们去深挖，就知道他的父亲呢是绿法会的一个人，而且是一位比较重量级的人物。绿法会是什么？在中国呢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 NGO。听说之前呢在海南搞事，所以被中国可能警告过，上了黑名单，但是现在这个组织还在。所以呢，我看到这个之后，我整个人就不好了。NGO， 特别是受到西方这个资金支持的 NGO， 在中国绝对不会有什么好事。我怀疑啊，就是这个绿发会，可能或者有很大的可能呢，是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资金支持的。而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帮中国搞绿色发展吗？美国自己都无所谓呢。你看，特朗普就退出了这个巴黎气候。所以啊，西方这个所谓的环保是假的，他们真正目的是什么？通过这个所谓的环保，可能在其他国家搞破坏、搞颜色革命。所以呢，这点我觉得大家特别小心。为什么我觉得他说的话很假呢？或者说不食人间烟火呢？因为我相信啊，他的家境比较优越，可能从来不需要自己去挣钱，去体验真正的生活。所以他就不知道人间的疾苦是什么。在他演讲中，他举例说，一个女生呢没有钱买1块卫生巾，或者说一个男孩在战争中失去了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又怎么样。他想表达就是感同身受，跟买不起那个卫生巾的女孩一样的感受，或者跟战争中失去了什么双亲啊，失去了双腿的那个男孩一样的感受。说这样，我觉得非常的不可信。他能够感同身受吗？他的家境那么优越，然后还说敌人也是人，这么高大上的东西。反正对我来说啊，如果是哪个人把我当敌人，比如说现在西方把中国当敌人，难道我还觉得西方那个把中国当敌人的国家或者是某个人是人吗？当然是人，是坏人啊。但是这个蒋雨蓉说的这个敌人也是人，他是表示呢，我们要心中有大爱，你是什么人，也要把那个敌人当成什么样的人。
所以呢，这一点我真的做不到，我达不到蒋友荣那个高度啊。还有出于好奇，我去看了一下西方媒体，因为跟国内宣传完全不一样啊。国内自媒体说啊，他的演讲在西方得到很多很多的关注，很多的表扬。哎呀，我就觉得，这完全是国内自媒体还有一些国内的官媒在自嗨。国外没有这样的报道，绝对没有，因为我去搜索了，找不到相关的报道，只有一些可能边角的那些小的媒体，还有呢，哈佛大学自己还有报道，其他的主流媒体至少我没有看见啊。没想到会闹那么大，但是我发现所有的美国主流的媒体都在推这件事，我就仔细的去看了一下，就是图中这位，名字叫做蒋宇荣，他是代表哈佛毕业典礼的其中一个毕业生进行演讲。他整个讲话不仅从他的内容啊，内容就是很空很泛，对吧？假大空我说了。然后呢，他的举手投足吧，就是非常典型的西化，就是典型的西方政客那种说话那一套，所以让我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听完之后，我就去对照其他的媒体啊，包括国内一些自媒体，然后呢，还有很多网友挖出了这个人的身世之后，我就对这个人就更没有好感了。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就是由西方支持的，在中国运作的 NGO， 而且还是绿色环保方面的。然后呢，知道他这个绿色环保组织在中国做了什么时候，还有被中国政府批评了之后，那就说明这个绿色环保组织这个 NGO 绝对是有问题的啊。然后呢，这个蒋宇荣，他本人是不是真的像国内有些媒体宣传的哈佛的高材生呢？我不同意。据说他初中就出国去留学了，谁有能力把自己的孩子初中毕业就送出国去？不简单啊！一个是有财力，另外一个呢，绝对是有门路，还有一个，他的父母可能是对西方非常崇洋媚外的人，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资金肯定是有的，否则他的女儿怎么出得去呢？另外一个路子肯定是有的，因为网上的资料说他拿了全额奖学金。什么人能拿到全额奖学金？那一定得非常非常优秀啊，或者他有路子。而正是呢，他是第二点，他有路子，不是他有路子，而是他有个爹，他能够拼爹。通过他爹的运作，然后呢，他拿到了这个全额奖学金。他爹这个环保组织啊，可以帮他推荐啊，然后跟哈佛这样就对接上了呗，都是利益交换。因为通过这个绿色环保组织在中国，它可以达到很多的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才拿到全额奖学金的，并不是说他这人有多优秀。我反而觉得，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是在国内正常的读高中，经过高考，考试呢考上比如说985、211顶尖的国内的大学，然后呢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那么这种人我觉得才是真正的有能力的人，而不是说通过 NGO 做了志愿者，然后呢通过他自己爸爸的关系，然后拿到了这个全额奖学金，都是裙带关系，也就是某种隐性的腐败。另外，如果他那么优秀的话，初中毕业就出去了，在国外10年10多年，为什么说的还是塑料英语？像哈佛大学一个国际知名的学府，难道他的毕业生他的英语就那么差吗？他说的那番感言，就让我原来从对哈佛还是有点仰视的，就觉得毕竟嘛，它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学府之一呀，300多年了，我觉得他学术水平应该很高吧。但是他蒋宇荣这样一出场，不是给哈佛加分啊，而是减分，减得很厉害，让我觉得哈佛也不过如此，对吧？而他说的那个文稿啊、文案，还有他整个演讲的水平，我就觉得应该相当于国内高中生的水平吧，更不像哈佛大学硕士毕业的人的水平吧。
网上呢还有不少网友说，格力董事长说那番话现在更有价值了。董大姐说的话含金量还在上升。她在格力电器的股东大会上就说，格力绝对不会用海归派。董大姐这句话打响了国内排斥海归的第一枪，然后很多的事业单位招聘也不再接受海归报名了，很多大型企业也开始拒绝海归了。前段时间西河有一个董小姐不就是这样的吗？能力极差，通过了一番的运作，回来之后竟然敢在那个顶尖医院拿起来手术刀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认清了这些留学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水平，直接就给拒绝掉了。还是咱们国家本土培养的人才靠谱，教育制度非常的严格，只要你想获得学历，那就要参加考试，谁的孩子都没有用，你这样的含金量才高啊。正是这些我们本土的人才突破了一层又一层的这些技术的封锁，让我们的科技发展的这么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海归容易出间谍啊。现在啊，我们的技术领先了，开始卡别人的脖子了，一些国家就开始向咱们国家来派遣间谍了。这些年抓住了多少的间谍啊，都是些有海外经历的。每年呢都有大把的企业因为核心数据的泄露，直接让多年的研发经费都打了水漂。再看看国家公开的那些案例哈，什么某军工企业海归工程师倒卖涉密的这个图纸，某研究所留美的这个学者窃取基因数据，桩桩件件都是触目惊心啊。我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这些劳动成果就这样被人家给偷走了，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啊！还总有人在那儿张口闭口的谈包容，我就来问你，战场上的军队会对间谍包容吗？核心技术岗位必须要牢牢的把控，就像格力吧，每年他要投60多个亿来搞研发，这么厚的家底儿，让人家偷走得是多大的损失啊！要是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取消了学历门槛，中国产业还怎么升级啊？外企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严防死守，就怕技术来外流。日本企业连办公室的那个垃圾桶，它都有专门人员去销毁它。轮到咱中国企业保护核心技术，就成了身份歧视了吗？是有些人跪得太久，他站都站不起来了。董明珠说不知道谁是间谍，这个话肯定是吃过亏之后才说的，这才是清醒的风险意识。很多领域都关乎到我们国家的大计啊，一点都不能马虎。核心技术领域宁可错过10个人才，也不能放过一个隐患。数据不会说谎的，我国被安插的间谍多达到11万人。2024年商业机密的纠纷案例，海归背景占比是37%，还在以每年15%的速度在上涨呢。所以自那之后，整个中国的经济界都不敢用海归了，这点我真的感到有点遗憾。虽然我理解中国的做法，但是这样一竹竿打死一船人，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其中肯定绝大部分是好人，就是海归的人啊，肯定也是爱国的。但是没办法，一颗老鼠屎毁了一锅汤，对吧？所以导致了整个现在海外留学过的人进很多企业进不了，特别是国企肯定进不了。另外这些年出国留学的好多，不得不说是因为在国内确实考得不好，或者根本考不上，然后呢自己可以拼爹的，父母有钱的就把他送出去了。这点我同意啊。与国内很多自媒体还有一些官媒不明所以的人赞赏蒋宇荣不同，我就觉得国内有一个学者，那就是复旦大学的一个教授，一语道破的教授，他评价这个蒋宇荣的讲话就评价特别好，就是以批评居多，比较负面，而且说的一针见血。我们就以中国哈佛女毕业生的这个演讲为例，因为它代表了不少人眼中所谓的美国精英派。然后老师帮我们来分析和观察一下。MPA 学国际发展，跟你举的例子，某一天一个中国人，就是他在蒙古接到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什么人在坦桑尼亚对着一台上面写满中文字的电饭煲，不知道怎么操作，然后他们一帮人用电话用互联网的方式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 USAID 的标准模板啊！就是这帮人跑到那个非洲去跟人家讲当地怎么样去讲太阳能源，留下了成吨的 PPT 和3个路灯，然后花掉了几千万美元。接下来讲哈佛，讲肯尼迪政府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前身，在肯尼迪被开掉之前，用他的名字去纪念之前，这个公共政策管理学院最出名的贡献之一是什么？在越南战争的时候，帮助南越军官从事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国家建设项目研究，搞战略村。越南战争当中的战略村是这地方研发的成果。对，它符合卢比奥的说法，就是我给你签证，不是让你到美国来搞校园，在校园搞事儿的，我让你到这儿来是学会了之后在别的地方给我去搞事儿的。教的就是这种东西，我把话先说出来嘛。然后第3个，就从演讲的品质上来说，那个人能够代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或者是外国留学生的平均水平吗？他的讲话能代表这个水平吗？我撇开一切，我们就事论事而言，难道说在哈佛留学的外国留学生或者是中国留学生，无论男女，连一个英文说话不打折的都能找不到吗？你在挑祭品，你在挑文化战争当中的祭品，你让一个留学生写的那个稿子，对于这个东西的张扬，对于你们白左那套东西的张扬，比你哈佛大学校长的演说还要夸张，你在干什么？你在把它当枪用吗？你在把它当祭品吗？到最后结果很简单呀，一部分留学生被牺牲掉，哈佛大学跟他们达成妥协。美国政治的实用主义精髓就是妥协，妥协需要什么？需要那个被牺牲掉的部分。在今天的美国，要对外国留学生的群体做符合美国保守派的改造，同时又不真的伤筋动骨，谁是最适合被扔出去当牺牲品的？来自共产党国家的和中国共产党和关键领域有关的中国留学生，然后把你顶到杠头上，你看中国人这么活跃啊，看看我们，这个就是把你架到火上去烤，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祭品。然后那位就如此的勇敢，就这么跳上去了，然后被人扒得干干净净。讲讲那个绿发会，那个绿发会下面有基金会，那个基金会之前刚刚在海南搞过事儿，为了动保的事儿冲派出所，就他们那个系统里面的。这个绿发会常年搞一些莫名其妙的濒危生物观察，经常把目标盯着三峡。下面有神神鬼鬼的监测海洋垃圾的什么网络和中心，17年的时候这绿发会被点名批评过的，后面在我们的国家安全系统发的警告里面，境外势力用海洋垃圾监测为理由刺探军事情报，这种东西你平时就藏起来吧，偏偏不想锦衣夜行，要招摇过市，那不好意思，我就给你扒得干干净净。你这就不是搞环保的，你这就不是搞绿色的，你是以搞环保和绿色为名搞事儿的。有一段时间你自诩吸纳了美方的先进理念，就跟什么穹顶之下一样，你是拿这当生意的，这种最好给我藏起来。尤其是之前的创始人又是什么80、90年代、80年代、86年、88年那种地方跑到美国去，什么样的人在那个时候能得到美国的资金支持？你觉得普渡大学要不要去翻一翻，在地下家庭教会等等方面在中国干过一些什么？这种就不要出来招黑了，藏起来吧，藏着掖着还能活长久一点。特别喜欢显摆，可以，靠什么？靠实力跟才华。什么叫实力跟才华？作为一个留学生，讲话不打嗝愣行不行？对。他那个演讲实在是，你这个演讲有什么好吹的吗？你哈佛就这水平，我跟你讲，看了他的演讲，在美国国内会有更多的普通美国老百姓认可特朗普的说法。我家子弟说话不比他流畅啊，然后就说他不就是因为你是留学生吗？不就因为是外国人吗？不就因为你这帮白左倒向外国人，导致我家子弟这说话比他流畅的居然上不去，这不就来了吗？然后中间套的那些东西紧扣时事，但生硬琐碎，根本就不像人写出来的东西，显示这位同学对他所说的这个国际发展完全栽到了 USAID 的那个坑里面去。很在行搞什么？很在行搞社会运动，
很在行赋予价值，很在行出来做情绪和价值的输出，不懂什么，除了情绪和价值的输出和那些白左的套话之外，什么都不懂，就是一个没得感情的念稿机器。穿了一身什么衣服？说句不好听的，你想当清宫皇后穿个大礼服是不啦？弄了条不伦不类不扬不中不扬的东西，这叫不伦不类不三不四。这身服饰就是给人这种感觉，就挑了这么个东西出来。不好意思，这话有点明，有点刻薄，但是你一定要处在那儿，你一定要处到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个东西，有一个人写了一段那个分析，是 Creamy 椒还是谁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说照道理啊，你这个东西一看苗头不对，你就赶紧压下去，你别再吹了，你别在公关上再去推了，往死里推。2024年他们家那绿发会下面搞了个三峡环境评审的什么公司还是机构，你是准备回来直接上高管是不是？对啊，他说我现在不打算在美国从事工作啊，我要打算去其他国家，不正好就顺着楼梯下了吗？很有可能就回中国大陆来，然后接他爸。然后之前他们家基金会上已经连着9年在全国两会上面出关于三峡环评的建议，连着9年跟代表联系，这你明年是不是要第10年再搞些什么突破啊？给美国人献个礼是吧？250周年建国的时候，你在这三峡搞环境和平，我跟你讲，他就踩了他不该踩的那条线，并且他完全没有表现出驾驭的这种能力，他怎么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他不可能讲这个，你这个确认一下，就究竟说的是啥？大概就是翻译可能对，就是英文上的翻译。我告诉你，如果是翻译的话，就是有人故意为之，有人帮他在恶意包装。现在的这个翻译在中翻英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专属名词的错配的。因为所有的机器条件都是非常，除非他说的就是 shared destiny， 就是做的用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个专用词，如果不是的话，就是有人给他写了一中一洋2个版本。但是很多中文的翻译都给翻译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那就是水稿呀，那就是水稿呀，那就是统发稿呀，恶意往这边去碰呀，把白左语言套成，你看他在那边讲，哎呀就感动得不得了，说哎他如何如何，你看把人类命运共同体送上了哈佛，这不是骗人吗？就是通稿的这种公关通稿的水军迹象就特别显著，就关键词上挪用一下。然后在本期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把蒋雨蓉她的全部讲话也放出来，大家可以看，然后做一个评判。你们觉得你看完之后跟我的想法是不是一样？所以最后呢，我奉劝国内自媒体的那些人，还有国内有些官媒，你们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先了解清楚。比如说这个蒋雨蓉吧，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国内很多自媒体人，他根本就没有去了解，然后看到人家说什么，就直接拿过来了，没有去确认过。而且有的自媒体还把蒋雨蓉的名字都写错了。蒋雨蓉现在毕业了啊，如果他没有做哈佛的代表出来讲毕业感言，他可能还是一个不太知名的一个人，那他要回中国可能非常容易，那可以马上做 NGO 2代，可以在比如说他爸那个组织啊，或者姐妹组织啊，某一个职应该不成问题，或者国内一个公共机关不懂他底细的，给他一个职位也有可能。如果真的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因为他这样的人，就典型的我认为呢是一种公知吧，给中国带来不是帮助，而是更大的伤害，也就是某种颜色革命的风险，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那现在他代表哈佛大学做这毕业感言，让全中国都知道了，那今后他想回国谋职，我认为那就困难得多了。所以从这点来说，他给哈佛发表毕业感言，我觉得其实是帮了中国一个大忙，给很多中国人敲响了警钟。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是关于中国留学生蒋雨蓉在哈佛大学做了毕业感言。对此呢，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反正我不同意国内很多自媒体对他一番的表扬，还以他为荣，说是中国崛起的象征，还说什么帮中国做了很好的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宣传。
这点完全是瞎掰。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的。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但事实就是，在这所历史比美国命都长的学校，面对暴风雨的时候，是我们中国姑娘站上了世界舞台，展示了我们中国人超越国家、超越民族、超越人种的世界情怀。这就是一种骄傲和反击。总有人在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才是哈佛这所将近400年名校经历风雨的精华，也是我们中国人历经磨难、1000年传承的人文情怀。我把它完整版的6分钟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视频放在后面，江同学讲得很慢、很清晰、很自信，那种力量，我相信你们都能看懂。 Graduate English Address, Our Humanity. Candidate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Yurong Luana Jiang. Last summer, when I was doing my internship in Mongolia, I got a call from 2 classmates in Tanzania. They had a very urgent question: how to use their washing machine. Because all the labels were in Chinese, and Google kept translating a big button as spinning ghost mode. There we were, an Indian and a Thai, calling me, a Chinese in Mongolia, to decipher a washer in Tanzania. And we all studied together here at Harvard. That moment reminds me of something I used to believe when I was a kid, that the world was becoming a small village. I remember being told we will be the first generation to end hunger and poverty for humankind. My program at Harvard i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was built on this exact beautiful vision that humanity rises and falls as one. When I met my 77 classmates from 32 different countries, the countries I knew only as colorful shapes on a map turned into real people with laughter, dreams, and the perseverance to survive the long winter in Cambridge. We danced through each other's traditions and carried the weight of each other's worlds. Global challenges suddenly felt personal. If there's a woman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cannot afford a period pad, it makes me poor. If a girl who skips school out of fear of harassment that threatens my dignity, if a little boy dies in a war that he didn't start and never understood,
part of me dies with him. But today, that promise of a connected world is giving way to division, fear, and conflict. We're starting to believe those who think differently, vote differently, or pray differently, whether they are across the ocean or sitting right next to us, are not just wrong. We mistakenly see them as evil.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What I've gained most from Harvard isn't just calculus or regression analysis. It's to sit with discomfort. Listen deeply and stay soft in hard times. Because if we still believe in a shared future, let us not forget those who we label as enemies, they too are human. In seeing their humanity, we find our own.